贝基化身坚城果实完全体大头目形态，暂时抵住了大妈海团的围攻追杀。庆过来的大妈对着贝基的城堡一顿还我飘飘拳，贝基被打的一条老命差点搭进去。关键时刻，加之带领加尔玛666的几个战斗狂站出来，主动提出来掩护贝基和其他人逃走。当贝基解除城堡形态的时候，外面的大妈海团战斗员和杀手们一起举起枪，对着凯撒和贝基一顿扫射。加尔玛66的几个大佬护在凯撒和贝基左右，利用高科技战甲帮他们把子弹扛了下来。凯撒一咬牙，硬着头皮抱起贝基，冲向空中，拼命向外飞去。加尔玛66大佬们随后升空，护在凯撒的身后。卡塔库利立即下令全员追击。大妈抓起普罗米修斯，打出天上火 AOE 伤害，火焰汹涌而来，雷九挡过去，一个人将火焰攻击扛了下来，结果被火焰的冲击力砸到地面。尼智大叫一声：“雷九！”别管他，尼智勇志一直站出来喝道：“只怪他自己太弱，认真执行任务。”好在雷九没什么事儿，站起身来抱怨一句：“这种冷酷的弟弟真是一点都不可爱，不用你们管，我可不会被干掉的。”贝基的身体里，路飞嚷嚷着要冲出去干仗，大妈可是打上了自己的救命恩人，岂有旁观的道理？布鲁克乔巴死死地将路飞摁住，现在冲出去不让人拿了一血，不许出去！路飞山治吼了一声，虽然嘴上这样说，但没有人比他更担心自己的姐姐。雷九很坚强，起身后重伤两人，出手就带有毒属性加成，能力十分棘手，仅凭这一招差点要了这两个小马仔的命。这时斯姆基迈动大长腿赶过来，用炸制的能力将兄弟姐妹身上的毒液挤出来，救了他们一命。让开，谁也不要挡着老娘杀人！首先就对这个加尔玛小丫头开刀。大妈轰隆隆的踏着震动大地的步伐走来，一只手抓住宙斯，霎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。这一招下去，雷九必然要当场暴毙。雷九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这时从贝基的身体喷出两股气流，路飞和山治从贝基的身体里冲出来，一人一个大招，替雷九扛下了大妈的10万伏特。路飞大吼：“你不是说不许出来吗？”山治回应：“你不许出来，但是我可以。”救下雷九后，山治招呼一声，拦过路飞，转身就跑。大妈没有急着追上去，而是露出鄙夷的神情，对着路飞开启嘲讽模式。在晕倒的时候你就吹过牛吧，草帽路飞！你说打败我，在这里你说你一定会赢的，咋回事？现在要跑了？果然是个只会吹牛皮的胆小鬼呀！路飞一听，当场就火了。吹牛皮这个事儿，虽然你说的没毛病，但是说我胆小可不行。海贼王里有谁不知道我王路飞向来无脑冲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胆小这2个字。我不接受任何对我本人不切实际的诽谤。路飞正在山治冲过去，直接开启4档，卯足了劲儿之后一拳打下来。大妈哈哈大笑，来得好！随即武装4拳头扛下路飞，奋力一击，二人拳头对碰在一起，产生巨大风浪，将四处看热闹的小喽啰全部掀飞。娜美气得直跺脚，这么容易就中了人家的激将法，和人家打起来了。大马海豚的杀手们趁着这个时间，对着天空中的凯撒等人一顿射击。乔巴吓得大哭，这些敌人比蜂巢里的蜜蜂都多，真的能跳出去？维特笑着安慰道：“只要有加尔玛66做护卫，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，因为他们可是自己心目中无敌的大反派。”这是个什么扭曲的盲目崇拜？大马海豚杀手们展开进攻，火花红一致、电击蓝泥质和绞盘绿勇志纷纷上阵，把这些小杂兵打得屁滚尿流。凯撒溜达出奇的快，就这样拿加尔玛66当垫脚石，自己溜着大旗，简直美翻了天。你高兴的有点早了，小兄弟！凯撒一愣，转头一看，吓得一哆嗦。只见欧文举起热浪滚滚的拳头，对着凯撒就砸了过来。勇志非常及时的赶过来，徒手扛下了欧文的拳头。凯撒趁机闪人，摆脱了欧文。大夫在后面又追杀上来，灯油魔人挥动着关公大刀砍向凯撒，一道蓝光闪现过来，尼智一招神龙摆尾破了灯油魔人的攻击，救下凯撒。不得不说，尼智的声音还真是好听。他嘿嘿一笑，总算来了个有骨气的，不然观众以为加尔玛66只会欺负小杂兵呢。灯油魔人再进攻，尼智一脚将他踢散了架，化成一堆烟雾消失不见。凯撒以为这下可以喘口气了吧，前面还有将星司母基等在那里。饶了宝宝吧，宝宝心脏受不了这番刺激了。这次当然轮到老大哥一智过来露几手了。在装逼这个领域，三兄弟是谁也不会让谁的。一智和司母基同时落地，接着冲向彼此。司母基一把抓住一智的腿，准备直接给他榨干。一智加足了脚步动力推进装置的活力，猛地一冲，轻松摆脱了司母基。司母基气得大骂：“该死的杰尔玛！”一智十分得意，看来争取时间是成功了呀。凯撒拖着贝基玩命地向城堡外面飞去，后面是一大群追兵。贝基打开手掌的城堡大门，手下们躲在门口，举着枪对外面的追兵们疯狂射击，当然并没有什么卵用。此时加之从后面追过来，一个斩击将士兵们悉数干掉。凯撒看着近在咫尺的墙壁，那里仿佛正透露着自由之光，只要迈出去，自己就可以宣告自由了。美梦做早了。佩罗斯佩罗拔出手里的魔法杖，一道糖浆墙壁横在凯撒的面前，墙壁不断的向前移动，直直的冲着凯撒席卷而来。贝基大吼一声：“掉头！要被卷进去了！”不要掉头，就这样前进。后面有人吼着。贝基和凯撒回过头，只见加尔玛66的3个杀马特青年飞驰而来，红绿蓝3原色在空中汇聚在一起，一招合体技能打在糖浆壁上，将糖浆墙壁击个粉碎。奔跑吧，凯撒！
尖叫着向外面奔去。菲尔德这边还在和御手枪较劲，刚刚大妈发出的震动将御手枪震飞出去，落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地方。菲尔德虽然很气，但还是决定铤而走险，冒着生命的危险将御手枪拿回来。结果半路杀了个程咬金，同样被大妈邀请来参加茶会的美女欢乐街女王史翠西，一招废纸枪将菲尔德当场击毙。御手枪据我们世界政府收下了。这个表面上游荡于风尘娱乐场所的欢乐街女王，真实身份竟是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 CP 的间谍。世界节目的社长摩根斯躲在暗处，但是没能逃过史翠西的眼睛。他以自己的权利为威胁，让摩根斯在报纸上大肆报道菲尔德的卑劣行为，把种种黑锅甩在这个放高利贷的黑老大身上。摩根斯表示：“我能怎么办？我也很绝望，当然是选择答应他喽。”二人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，御手枪从城堡围墙边缘掉落，掉到了更下层。路飞没有伤到大妈分毫，但他不甘示弱，继续跳起来出拳。大妈依然轻松拦下。路飞秉承着虽然实力差很多，但是嘴炮不能输的精神，大声挑衅大妈：“等我打败了凯多，下一个就是你！”大妈哈哈大笑，果然天真的孩子最可爱。不过呢，天真的孩子迟早要面对残酷的现实。大妈一招将路飞弹出去，直接把路飞的四档弹得泄了气。你是绝对打不赢凯多的。另外，你们哪来的自信，认为能逃出我的地盘呢？大妈扭动巨大的身躯，突然加速，就像一个弹射出去的小钢炮一样，几步就追上了救走路飞的山治。这时，加治跳出来，用自己的科技长枪刺向大妈。大妈用牙将加治引为药的武器咬得粉碎，接着猛地踩在地上，稳住身形，一把掏向加治。加治向后一扯，躲开了大妈的攻击。我大意了，居然把我自己国家的未来交在你这种人的手中。加治越想越气，冲上去想要揍大妈一顿。结果被大妈一把抓在手里。从体型来看，加治在大妈手中就像个老鼠一样。你就安心的去死吧，我会好好的利用吉尔玛的科学力量，让世界和平的。大妈另一只手抓住雷云宙斯，带着一道雷柱降下来，重重的击中了加治。这一招把加治的头盔直接打碎，估摸着加治本人也是凶多吉少了。一至三兄弟赶快上前帮忙，凯撒和贝基再次落单，但这次他们撞见了大马海贼团最危险的人物卡塔库利，可惜了呀，就差一步。卡塔库利扶持着凯撒，仿佛猎鹰俯视兔子一般，毫无征兆的卡塔库利出手了。好在伊治折返回来，用大招打穿了卡塔库利的身体，把凯撒放走。不过伊治的大招显然对卡塔库利没什么用，他默默地将身体恢复过来，冷漠地看着伊治：“你小子是活够了，吓唬大哥，大哥是吓大的。哦，我没有恐惧的感觉。”伊治连续出招，可是根本连摸都摸不到卡塔库利一下。卡塔库利抓住伊治的手臂，给他一个重击，但伊治似乎也不在乎，他早就感受到自己一方和大马海豚这些高级干部的实力差别。但是他们的任务并不是战胜大马海豚的干部们，而是拖住时间，就算是打不赢，也要想办法重伤一个。伊治启动了战甲的爆破装置，轰隆一声，火焰将他和卡塔库利一起包围其中。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霸气可不是盖的，他毫发无损，一把抓住伊治，伊治直接放弃了抵抗。另一边，尼治和永志则直接对上大妈，大妈一巴掌拍下来，永志不躲不闪，正面硬刚，利用战甲的优势将大妈的手掌硬生生扛住。尼治趁机跳到大妈的上空，电击旋转踢正中大妈的眉心，招式帅的一批，但是威力有多大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对大妈肯定是没什么用。吉尔玛改造人厉害之处不在于嘴炮和战斗力，而是因为他们被剥夺感情后，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不在乎，可以为了完成任务而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。恐怖分子精神才是最恐怖的。当然了，这些在大马海盗团面前根本就是九牛一毛，你需要与敌人同归于尽才能取得胜利。但是大马海盗团不上一兵一卒就可以干掉敌人，这就是绝对的实力差距。尼治的一个电击踢重重打在大妈的头上，结果大妈毛事没有，永志还在一边嚷嚷着加大功率啊，别舍不得那点电，这已经是最大了。大妈哈哈一笑，就这，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电击。大妈双手投向宙斯，将宙斯里面的电流引导在手上，接着两巴掌拍下来，带下了两个雷柱，重重的击在了尼治和伊治身上。凯撒顾不了那么多，管他哪边厉害，反正自己能溜就行了。他继续加速飞行。奇怪的是，明明几十米的距离，居然飞了这么长时间，仿佛永远也到不了尽头似的。飞着飞着，凯撒一头撞上了一个人。他抬头一看，他傻了，因为他撞到的是他自己。不用说，这个人就是布雷用镜子反射过来的。果真，下一秒，布雷的丑脸就出现在了凯撒面前，把凯撒着实吓了一跳。布雷这辈子都没有如此得意过。草帽团之前怎么利用自己玩弄自己的，自己现在就要加倍的还回来，自己绝对是不会放任他们离开的。另一边，山治看着路飞和雷九一起向围墙外面跑去，后面是大副、斯姆吉、欧文，看来也跑不了多远了。山治停下脚步，将路飞放下来。既然跑不了，那不如就反打一波，也许还能反杀一个，来一个极限1换1，这一波也不算亏。然而没过几招，山治就被大副和欧文合伙摁住，而雷九则败在了将星斯姆吉的手中。贝吉和路飞的联合军就此宣告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个人逃出去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去，所有人都成了大马海豚的猎物。大妈大声喝道：“
突然一声巨响，接着整个蛋糕城堡向一边倾斜过去，御手枪从蛋糕城堡的顶端掉下来，结果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将蛋糕城堡的根基炸毁，城堡倾斜过来，眼看就要倒塌了。这个鱼人族历代的国宝级宝物御手枪为什么会突然爆炸呢？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在晕倒的时候，路飞等人拯救鱼人岛有功，国王尼普顿将财宝库里的宝物全部送给了草帽团，其中就包括御手枪。当时右大臣向尼普顿报告，为了防止小偷窃取财宝库，他们将御手箱里的宝物调包了，换成了超强的炸药。尼普顿当时授权右大臣从路飞手里要回御手箱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结果路飞先他们一步，将所有的财宝包括御手箱转送给了大马海贼团，装满炸药的御手箱就这样辗转反侧来到了蛋糕岛。当时尼普顿还抱有侥幸，万一是个哑炮呢？炸药失效了。结果现在我们看到了，炸药不但不是哑炮，而且威力巨大，直接炸毁了蛋糕城堡的根基，蛋糕城堡倒了下去，首都甜点城也受到波及，全城内的人紧急避难。这一爆炸给路飞等人一个逃命的机会，大家赶紧挣脱了束缚，找机会逃走。纳维等人躲在贝基的身体里，丝毫感觉不到外面的震动。最惨的应该是大妈了，直接从屋顶滚了下来，像个足球一样摔去了城堡的外面。贝基一愣，这会像个精神病一样哈哈大笑，止不住的笑。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好人帮自己脱困，不过真的是太给力了，这下子连暗杀都免了。整个蛋糕城堡砸下去之后，大马海贼团基本上就得团灭。我是谢文俊，咱们下期见。